吃了老娘5年的饭，1分钱没挣回来，养你有什么用？走得远远的，别让老娘再看见你！敢回来，看老娘怎么收拾你！不赶我也要走的。丫头，你等等，快穿上！这么冷的天，光着脚走，你是想死啊？大伯娘，你不怕奶骂你？骂就骂吧，还能打死我不成？你为啥对我好？我那闺女，当年要是活着，也该你这么大了。我就是见不得孩子受苦。这里是2个窝头，还有点咸菜，你路上吃。走吧，走得远远的，别再回来了。大伯娘，你明年开春让我大伯往南边走，别往北边走。啥？南边有个瓦窑招人，北边的煤矿要出事。丫头，这大晚上的一个人往哪儿走？往镇上走。镇上？还有10几里地呢，你这小身板走得动？上来吧，捎你一程。小丫头，你一个人走夜路，家里人不担心？没家里人。哦，那你这是去哪儿？找我爹。你爹在镇上？不在镇上。那在哪儿？别哭了，再哭把你扔下去。婶子，你这孩子长得真白净，随谁啊？随他爹。哦，这孩子睡得真沉，刚才那么哭，现在又睡着了。我奶奶以前给我喝过一种汤，喝完就睡，睡醒了啥都不知道。她说是安神的，可我总觉得不对劲儿。小丫头说笑了，我这孩子就是爱睡觉，没别的事儿。是吗？那他刚才为什么喊我要娘亲？你不就是他娘吗？你这是啥意思？没啥意思，就是想问问这位婶子，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？救命啊！这老头和这丫头抢我孩子，他们想抢我孩子！就这丫头，她刚才说这孩子不是我的，挑拨离间，她就是个人牙子，故意盯上我这孩子的。婶子，你说这孩子是你的，那你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儿？说啊，他叫什么名儿？叫诺诺。诺诺，那他姓什么？姓张，姓王，姓李。他爹叫啥？他家住哪儿？听见没有？自己孩子说不出家住哪儿，你忽悠鬼呢！报官，赶紧报官！别哭了，我帮你找娘亲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丫头，拿着，买点吃的。老伯，你姓啥？姓周，咋了？周老伯，你明年开春往东走，别往西走。啥意思？东边有个王府招管家，西边的河明年要发大水。姐姐，你爹爹在这儿。他怎么不来接你？他不知道我来了。那他长啥样？跟姐姐长得好像。姐姐，你咋知道你爹爹在这儿？你也像我一样被坏人抱走了吗？差不多吧。姐姐，我也想找我娘亲，你能帮我找吗？能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算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我找我爹。你爹是谁？你们这儿的将军。哪个将军？叫什么名儿？不知道叫啥，就知道他长得像我。小丫头，这儿可不是你胡闹的地方，快走，我端酒了。再不走，我撵你了。这位大哥，你是不是姓王？老家在河南，家里有个妹妹，去年嫁人了，嫁的是你们村的铁匠。你妹妹嫁过去的时候，你请了3天假回去吃酒。回来的时候还给你们百户带了你们老家的馒头。你咋知道的？这位大哥，你姓李，老家在东北，你娘身体不好老咳嗽，你每个月都往家里寄银子。
你有个相好的，在老家当教书先生，你们准备明年成亲，但你不好意思跟上官开口请假。你等着，我去通报。小丫头，你说你来找你爹？嗯。你爹是谁？不知道名字，但他长得像我。那你从哪儿来？300里例外的秦家庄。你一个人来的？还有他。你爹娘呢？没娘，爹在这儿。那你家还有谁？有个奶奶，不是亲的，把我赶出来了。小丫头，这是军镇将军府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。你要是撒谎，那可是要掉脑袋的。我没撒谎。你说这是你爹？嗯，不可能吧？楚将军啥时候有这么大的闺女？没听说过。就是，楚将军还没成亲呢，哪来的孩子？你等着，我去禀报将军。姐姐，你爹爹会见咱们吗？会。为啥？因为他是我爹。小丫头，你叫什么？我叫昭儿。昭儿，你今年几岁？5岁。开门，让这孩子进来。是。我被带进一间宽敞的书房，墙上挂着大幅地图，画满了红色的箭头与圈柱。我坐在椅子上，2条短腿悬空晃荡，诺诺紧挨着我，小手死死攥着我的袖子，紧张的大气不敢出。门外传来沉稳的脚步声，房门被推开，一个男人大步走了进来。他身着一身玄色铠甲，腰间佩剑未解，护肩上的铜钉被磨得锃亮，浑身透着冷硬肃杀的军人气势，铠甲缝隙里还沾着未化的血沫，显然是刚从演武场匆匆赶来。可那双锐利的眼落在我身上的瞬间，骤然软了下来。他站在门口，定定地望着我，我也抬眼望着他，真像，比城门口告示上画的还要像。这眉眼，这鼻梁，简直和我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他一步步走到我面前，蹲下身，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：“你叫什么？”“我叫昭儿。”他轻轻重复着这2个字，眼眶一点点红了。“昭儿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道：“你是我爹爹。”话音落下，他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。这个威风凛凛的大将军，就当着满屋子人的面蹲在我面前，哭得像个无措的孩子。满屋下属都愣住了，面面相觑。有人小声喊了句“将军”，爹爹摆摆手，示意他们别出声，就那么蹲在原地望着我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。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，只能安静地看着他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爹爹深吸一口气，用袖子胡乱擦了擦脸，努力稳住声音：“昭儿，爹爹不知道你的存在，爹爹真的不知道。”“我知道。”爹爹愣了一下：“你怎么知道？你和娘亲分开了，你不知道她怀了我。”爹爹的脸瞬间白了，声音又抖了起来：“你娘她在哪儿？我现在还不知道，但是我能算出来。”爹爹愣住了，旁边有人没忍住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爹爹回头狠狠瞪了一眼，那人立刻憋住了声，他转回头看向我，眼神里满是复杂的情绪，却没追问缘由，只是点了点头。“好，那你慢慢算。”“不急。”他顿了顿，又小心翼翼地问：“那昭这些年是怎么过的？跟奶奶过的？”“奶奶。”爹爹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。“是你娘的母亲？”“不是，是买我的奶奶。”爹爹的脸猛地沉了下来。“买你？什么意思？我娘生我的时候，我被人偷走了，偷我的人把我卖给了秦家庄的老奶奶，她不是我亲奶奶，是花银子买的我。”爹爹的脸彻底白了，白得吓人，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：“你说什么？你是被偷走的？”我点了点头。爹爹猛地站起身，一拳狠狠砸在桌案上，砰的一声巨响，桌案上的茶盏都震得跳了起来。“谁干的？”他咬着牙低吼，旁边的人都吓了一跳，赶紧围上来劝：“将军，冷静，将军您别激动。”我看着他失控的样子，忽然开口：“爹爹，你别生气，那个人已经被抓起来了。”爹爹猛地愣住，低头看向我。我接着说：“来你这儿的路上，我碰见一个拐孩子的妇人，她怀里抱的孩子不是她的，我已经让人把她抓起来送官了。”爹爹呆呆地看着我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旁边的指挥使小声补充：“将军，这孩子方才在门口，还说中了我们2个守门兵卒的家事，一字不差。”爹爹看着我，眼神复杂的翻涌不停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慢慢蹲下来，双手轻轻捧着我的脸，大拇指小心翼翼地摩挲着我的脸颊，声音沙哑的厉害：“昭儿，爹爹对不起你，爹爹让你受苦了。”我摇了摇头：“没事，不是你的错。”爹爹的眼泪又掉了下来，我伸出小手，笨拙地帮他擦了擦，他再也忍不住，一把将我搂进怀里，抱得紧紧的。我被他勒得有点喘不过气，却没有挣扎。满屋的人都在偷偷抹眼泪，诺诺缩在椅子上，看着这一切，忽然小声说：“姐姐，你爹爹好喜欢你。”我从爹爹怀里探出头看向诺诺，爹爹这才注意到他，松开我问道：“这小丫头是？”我说：“路上捡的，她也被拐了，我要帮她找娘亲。”爹爹愣了一下，看看诺诺，又看看我，忽然笑了，笑容里有心疼，有骄傲，还有数不清的温柔。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：“好，爹爹帮你一起找。”那天晚上，整个将军府都传遍了，楚将军找了5年的闺女找上门来了，传言说的神乎其神，说那孩子长得跟将军一模一样，还能未卜先知，一语道破守门兵卒的家事。爹爹没管那些传言，只让厨房做了满满一桌子菜。我坐在他身边，面前的大碗里被他堆得冒尖。诺诺坐在我另一边，面前也是满满一碗，吃的小嘴油乎乎的。爹爹没怎么动筷子，就坐在那看着我，看一会儿，眼眶就红一会儿。我吃着吃着抬头看他：“爹爹，你怎么不吃？”
爹爹说他不饿，让我多吃点。我放下筷子，你不吃，我也不吃。爹爹愣了一下，赶紧拿起筷子，夹了一大块肉塞进嘴里。旁边站着的亲兵都忍不住偷偷笑了。饭桌上，爹爹无意间看到我手背上横七竖八的疤痕，新的旧的叠在一起，全是马秋莲留下的。他伸手轻轻摸着那些疤，手控制不住的发抖。他没再说话，可我听见他在我身后压抑的吸了吸鼻子。当晚，我住进了将军府里一间宽敞的卧房，床铺宽大柔软，被子晒得暖烘烘的。爹爹坐在床边，一直握着我的手，就那么静静看着我。我眨眨眼，爹爹不睡吗？爹爹不困，招儿睡吧。你一直看着我，我睡不着。爹爹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，俯身轻轻在我额头上印下一个吻。那爹爹不看了，你安心睡。他起身走到门口，又忍不住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满是怕我一眨眼就消失的惶恐。房门轻轻合上，我闭上眼睛，很快就睡着了。这是我5年里睡得最暖和、最安稳的一觉。第二天一早，我醒来时，爹爹已经坐在床边了，不知守了多久，就那么一瞬不瞬地看着我。我揉着眼睛坐起身，爹爹，你没睡吗？睡了，刚醒。我看着他眼底浓重的青黑，知道他没说实话，却没有戳破。诺诺还睡在旁边的小榻上，全程小小一团，睡得正香。我轻手轻脚下了床，爹爹给我拿了一套新衣裳，我穿上新衣裳站在铜镜前，镜子里的小姑娘脸蛋洗得干干净净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看着竟有了几分娇养的模样。爹爹站在我身后，从镜子里看着我，眼睛里全是笑意。好看，我闺女真好看。我抿着嘴笑了。诺诺醒了，揉着眼睛坐起来，看见我穿着新衣裳，哇了一声，姐姐好漂亮，你也有。爹爹果然也给诺诺准备了一套新衣裳，两个小姑娘穿上，看着就像一对亲姐妹。吃过早饭，爹爹带我去了书房，屋里坐着几位军中的将领，见我进来，都起身客气相迎。爹爹在主位坐下，把我抱到腿上，轻声问：昭儿，你说能算出你娘亲在哪儿？能算给爹爹看看吗？我点了点头，闭上眼睛，关于娘亲的过往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。娘亲叫秦云舒，26岁，江南人士，出身富商之家。19岁那年，爹爹在江南当差，与在私塾读书的娘亲一见钟情，情根深重。后来爹爹接到调令要远赴北地，临行前与娘亲约定，待安顿妥当，便立刻回来接她。可自爹爹走后，两人便断了音讯。爹爹写了无数封书信，托人带了无数次话，全都石沉大海。他特意告假去江南寻她，却发现她早已退了学，搬了家，如同人间蒸发。而爹爹不知道的是，娘亲也给他写了无数封信，那些信全被外祖母拦了下来。外祖母本就瞧不上爹爹的武将身份，不同意两人来往，便硬生生断了他们的联系。后来娘亲发现怀了我，不敢告诉家里，只能一次次写信给爹爹，可依旧杳无音信。他只当爹爹变了心，不要他了。生我的时候，娘亲难产，险些丢了性命。医馆里有人趁乱将刚出生的我抱走。他醒来发现孩子没了，疯了一样四处寻找，却始终没有下落。他只当是老天的惩罚，一病不起，病了许久。外祖母怕他触景生情，便将他送走，改了名字。这一去就是5年。去年娘亲才回到江城，如今已是秦氏商号的总掌柜，执掌着偌大的家业，管着数千号人，是江南鼎鼎有名的女掌柜。我睁开眼睛，爹爹正满眼紧张地看着我，连声问：怎么样？娘亲在江城，秦氏商号。爹爹瞬间愣住了，屋里的将领们也都面露惊色。旁边的指挥使小声道：将军，秦氏商号是江南数1数2的大商号，秦掌柜的名号去年还登过京城的邸报。爹爹沉默了许久，声音带着一丝色意，问我：昭儿，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爹爹的眉头紧紧皱起，眼神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。当年我给他写了无数封信，一封都没收到回音。我去找他，他已经搬走了。我以为他不想见我了，信都被外祖母截下来了。我伸手拍了拍他攥紧的手背，外祖母觉得你不靠谱，不同意你们在一起，才藏了所有的信。爹爹别生气，我们一起去找娘亲。爹爹低头看着我，忽然笑了，笑容里有心疼，有欣慰，还有一丝化不开的苦涩。江城离军阵不近，坐马车要1天1夜。爹爹是镇军大将军，军务缠身走不开，最终安排了2个信得过的亲兵，赵叔和钱叔，陪着我和诺诺一起去江城。临走前，爹爹蹲在我面前，握着我的手，千叮咛万嘱咐，到了江城，要是找不到人，立刻给爹爹捎信，爹爹马上派人去接你。要是找到了，也别急，慢慢跟他说，他要是生气，你就说爹爹对不起他，爹爹错了。爹爹这5年一直在找他，还有路上一定要听赵叔叔、钱叔叔的话，别乱跑，别跟陌生人说话。我听着他絮絮叨叨说了半天，忽然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脸，爹爹别担心，娘亲会认我的，她是我娘，我是她生的，她肯定会认我的。爹爹的眼眶又红了。马车一路向南，走了很久，诺诺趴在我腿上睡着了，口水流了我一裤子。我看着窗外掠过的田野、村庄、城池，心里也忍不住打鼓。我娘长什么样？她会不会不喜欢我？会不会已经有了新的家庭？不想认我这个半路冒出来的闺女，可我很快又摇了摇头，不会的，我能算出来，娘亲这5年从来没有放弃找我。她书房的抽屉里压着一张我刚出生时医馆画的小像，她看了整整5年，画像的边角都磨毛了。她一定会认我的。秦氏商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，门面气派，一眼望不到头。我站在门口，牵着诺诺的手，伸着脖子往里瞅。赵叔和钱叔站在我们身后，也是一脸惊叹。我收回目光，便牵着诺诺往里走。门口的丫鬟穿着统一的衣裳，见我们进来，笑着上前问：请问姑娘找谁？找秦云舒。丫鬟愣了一下，礼貌道：请问你有拜帖吗？没有。我看着她，一字一句道：你告诉她我是她女儿，她就会见我了。丫鬟瞬间愣住了，旁边几个伙计也都停下了手里的活，好奇地打量着我。商铺里瞬间响起了嗡嗡的议论声，丫鬟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，半天说不出话。赵叔上前一步，掏出将军府的腰牌：我们是军镇将军府的人，这孩子是楚将军的闺女，麻烦你通报一声。丫鬟接过腰牌看了一眼，脸色瞬间变了，转身就往里面跑。没一会儿，楼梯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一个妇人快步走了下来。她约莫30岁，气质干练，一看就是商号里的管事。她走到我面前，蹲下来，
仔仔细细地端详着我的脸，看了好一会儿，眼眶忽然红了。他的声音有点抖，你叫什么？我叫昭儿。他喃喃重复着这2个字，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，伸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脸，手不停地抖。太像了。他忽然把我搂进怀里，抱得紧紧的，我被勒得有点喘不过气，却没有挣扎。好一会儿，他才松开我，擦着眼泪站起来，对赵叔说：“奴婢叫明月，是秦掌柜的贴身丫鬟，各位请跟我来。”商铺的尽头是一扇雕花木门，明月走过去，轻轻敲了敲门，里面传来一个清冷的女声。进来，门被推开，我终于见到了她。她坐在宽大的书案后面，她长得很美，眉眼、鼻子、嘴巴，处处都和我像极了，只是那双眼睛里结着一层厚厚的冰，冷得让人不敢靠近。明月走过去，在她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，娘亲的目光瞬间转了过来，落在我的脸上，就那么定定地看着。我也仰着头看着她，好一会儿，娘亲慢慢站起身，绕过书案，一步一步朝我走过来。她走到我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我也毫不怯场地和她对视。我看见她眼睛里的那层冰正在一点点融化。她蹲下来和我平视，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：“你叫什么？”我叫昭儿。她轻轻重复着这个名字，眼眶慢慢红了，伸出手，手指微微颤抖，轻轻抚摸着我的脸。你是我女儿。娘亲的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，她伸手把我紧紧搂进怀里。这一次我也伸出手抱住了她。旁边的明月在偷偷抹眼泪，诺诺站在一边，仰着头看着我们，忽然咧嘴笑了。过了很久很久，娘亲才松开我，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软榻上，她自己坐在我旁边，眼睛一瞬不瞬地看着我，好像怕我下一秒就会跑掉。告诉娘亲，她轻声说：“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？”我想了想，开口：“在秦家庄跟一个奶奶过的。”奶奶？娘亲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。什么奶奶？买我的奶奶。她从人牙子手里把我买回去的，不是亲的。娘亲的脸一下子就白了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。人牙子？你是说你是被人牙子偷走的？我点了点头。娘亲的眼泪又掉了下来，握着我的手越收越紧，紧得我都有点疼了。娘亲，对不起你。她哽咽着，娘亲没看好你，让你受了这么多苦。我摇了摇头，不是你的错。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算出来的。我看着他，我能掐会算，先算出爹爹是军镇的将军，去将军府找到了他，又算出你在江城，就来找你了。娘亲呆呆地看着我，半天说不出话。旁边的明月也惊得张大了嘴。我补充道：“我爹爹叫楚清怀，是镇军大将军。”娘亲的脸色又变了，喃喃重复着爹爹的名字，眼神里闪过无数复杂的情绪。我接着说：“爹爹一直在找你，他给你写的很多信都被外祖母截下来了。他去私塾找过你，可你已经搬走了。他不知道你怀了我，更不知道我出生了。他找了你5年，一直没成亲，一直在等你。”娘亲听着，眼泪流得更凶了，终于捂着脸哭出了声。我伸手轻轻拍着他的后背，好一会儿，他才平静下来，擦干眼泪看着我：“那你爹爹现在在哪儿？”“在军镇，他军务走不开，让我先来找你。”娘亲点了点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又问：“他还好吗？”“还好，就是很想你。”娘亲的眼眶又红了。旁边的明月小声劝：“掌柜的，要不您去一趟军镇吧，商铺的事奴婢盯着，您放心。”娘亲沉吟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看着我说：“好，我们去。”她站起身，忽然注意到旁边的诺诺，问道：“这孩子是路上捡的，他也被拐了，我要帮他找娘亲。”娘亲愣了一下，看着诺诺的眼神瞬间软了下来，点了点头：“好，我们一起帮他找。”回程的路上，我坐的是娘亲的马车，里面宽敞又暖和，座位软得像棉花。诺诺趴在车窗边，新奇地看着外面的街景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我靠在娘亲怀里，她一只手搂着我，另一只手轻轻摸着我的头发。一路上，娘亲问了我无数个问题，问我爱吃什么，爱玩什么，晚上怕不怕黑，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东西。我一一回答着，她听着听着，眼眶就红了，一遍遍地说：“娘亲，对不起你，娘亲没有保护好你。”我每次都摇摇头，告诉她不是你的错。她忽然问我：“昭儿，你恨娘亲吗？”我抬头看着她，为什么要恨？娘亲把你弄丢了，让你受了这么多苦，你没弄丢我，是坏人把我偷走的。娘亲的眼泪又流了下来，我伸手笨拙地帮她擦了擦，她握住我的手，放在嘴边亲了亲。昭儿，娘亲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。好。马车上，娘亲问起了当年的事，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了她。我出生后被偷走，被卖到秦家庄，马秋莲这些年是怎么搓磨我的。娘亲听着，脸色越来越白，手攥得紧紧的，问我：“那个老奶奶现在在哪儿？”“还在秦家庄，等你和爹爹一起去收拾她。”娘亲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忽然低声说：“当年我给你爹爹写了很多封信，一封都没回。我以为他不要我了，他也写了，也都被外祖母藏起来了。他也以为你不要他了。”娘亲愣住了，眼泪又掉了下来，喃喃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”我握住他的手，现在知道了就不晚。他点点头，紧紧握住我的手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又问：“你爹爹恨我吗？”“不恨，他一直在找你。”娘亲的眼泪又涌了出来，这次是笑着流的。马车一路向北，等我们到将军府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将军府门口，爹爹腰板挺得笔直，正站在那里等我们。他一眼就看到了娘亲，快步走了过来，脚步越来越快，最后几乎是小跑。娘亲站在我身边，看着他跑过来，眼眶慢慢红了。爹爹在他面前停下，喘着粗气，看着他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他也看着他，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。云舒，爹爹的声音沙哑的厉害，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娘亲忽然伸手，一拳砸在他胸口上，哭着喊：“我写了那么多信给你，你为什么不回？”爹爹任由他打着，眼眶也红了。我写了，我也写了很多封，一封都没收到回音。我去找你，你已经搬走了。你以为什么？娘亲哭着打断他：“我怀着你的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不要你？
爹爹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，哽咽着说：“对不起，云舒，对不起。”娘亲打累了，靠在他怀里放声大哭，爹爹紧紧抱着他，下巴抵在他的头顶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。我站在一边看着他们，诺诺揉着眼睛醒过来，猛猛地问：“姐姐，他们怎么哭了？”我笑着说：“他们高兴。”旁边的赵叔和钱叔默默转过身去，假装看远处的风景。过了很久很久，他们才平静下来。爹爹牵着娘亲的手，走到我面前蹲下来，看着我说：“昭，谢谢你。”“谢我什么呀？谢谢你找到爹爹，也帮爹爹找回了娘亲。”我笑了：“应该的呀。”爹爹笑了，伸手把我抱起来，另一只手紧紧牵着娘亲，娘亲伸手牵起诺诺，我们一家4口并肩往府里走去。身后，赵叔和钱叔拎着行李，笑着跟在后面。夜风吹过来，带着凉意，可我一点都不觉得冷，心里暖烘烘的。进了府，娘亲站在爹爹的寝室里，看着墙上挂着的画像，那是他们年轻时候的合影。画里的他笑得眉眼弯弯，他抿着嘴，努力装出严肃的样子，可眼里的笑意藏都藏不住。“你还留着？”娘亲轻声问。“一直留着。”爹爹走到他身边，握住他的手：“云舒，对不起。”娘亲摇了摇头：“不怪你。”他拉着他坐下，给他倒了杯热茶，低声说：“这些年我去过你的私塾，去过你的老家，托了无数人打听，可怎么都找不到你的消息。我以为你不想见我了，以为你后悔了。我没有。”娘亲看着他，眼泪又掉了下来。我从来没有后悔过。我爹娘不同意我们的亲事，他们偷看过我们的信，全都藏了起来。后来我怀了招，不敢告诉他们，偷偷去医馆生孩子。可孩子被抱走了。他的声音抖了起来。爹爹立刻把他搂进怀里，轻轻拍着他的背。我以为是老天爷惩罚我。娘亲哭着说：“我丢尽了家里的脸，所以把孩子收回去了。我病了很久，爹爹娘把我送走，改了名字，一待就是5年。不是你的错。”爹爹的声音沙哑：“是那些人伢子的错，是那个搓摸招的老婆子的错，害了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”我看着他们，悄悄拉着诺诺退出了房间。诺诺仰头问我：“姐姐，爹爹娘亲和好了吗？”“和好了。”诺诺咧嘴笑了。“那太好了。”走了几步，他又小声问：“姐姐，我爹爹娘亲也会和好吗？”我停下脚步，低头看着他眼里的期待，点了点头：“会的，姐姐一定帮你找到娘亲。”诺诺笑的眼睛弯成了月牙。那晚我睡得很沉，却做了很长的梦。梦里，我看到了当年抱走我的男人，把我交给了马秋莲，换了1袋银子；看到了外祖母板着脸，逼着娘亲跟爹爹分开；看到了娘亲躺在医馆的病床上，虚弱的抱着刚出生的我，轻声叫我；也看到她醒来发现我不见，疯了一样的找，最后摔倒在地，哭得撕心裂肺。我在梦里看着这一切，心里酸酸的，拼命的喊她，可怎么都喊不出声。娘亲，我终于喊出声来，猛地睁开了眼睛，天已经亮了，阳光透过窗棂的缝隙照进来，在地上投下一道金色的光。娘亲坐在床边，握着我的手，眼眶红红的。昭，她轻声说：“娘亲在，娘亲在这儿。”我看着她，好一会儿才从梦里回过神来。娘亲俯下身，在我额头上亲了亲。做噩梦了。我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娘亲把我抱起来，搂在怀里，轻轻拍着我的背。不怕，娘亲再也不离开你了。我靠在她怀里，闻着她身上淡淡的香味，心里暖洋洋的。门口，爹爹站在那里，看着我们，眼眶也红红的。诺诺从他身后探出脑袋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姐姐，爹爹来看你啦。”我看着他们，也笑了。3天后，调查结果出来了，秦家庄那个老奶奶，本名马秋莲，62岁，男人早死。3个儿子都没出息，他从20年前就开始干人伢子的勾当，一开始是帮人牵线赚差价，后来干脆自己买，养几年再转手。5年前，他从惯犯孙老六手里花2000文买了我，本打算养大了再卖，可发现我总能说出些不该知道的事，心里害怕，不敢卖也不敢扔，就留着我给他当牛做马，稍有不顺心就搓磨我。而当年偷我的孙老六是个专偷孩子的惯犯，这些年偷过的孩子连他自己都数不清，去年因为别的案子被抓，现在正关在大牢里。听到这些消息，娘亲的脸色铁青，说我要见他。爹爹点了点头，我来安排。2天后，我们去了大牢。孙老六被带出来的时候，我一眼就认出了他。他看见我们，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吊儿郎当的笑了。哟，这是来找我算账的。我犯的事多了，你们说的是哪一桩？娘亲盯着他，目光冷得像刀。5年前，江城第一医馆，你偷走的那个女婴是我的女儿。孙老六耸耸肩，5年前的事，我哪记得清？你说是就是呗。娘亲猛地站起身，走到我面前，一字一句道：“你知道我们这5年是怎么过的吗？”孙老六咽了口唾沫，没敢吭声。不记得了是吧？娘亲冷笑一声，从袖中拿出一张我的画像，拍在桌上。画像上的我穿着破棉袄，瘦瘦小小的，脸上还有淤青。这孩子你还记得吗？孙老六看着画像，脸色越来越白，手开始发抖。这孩子的眼睛像我，对吧？娘亲看着他，当然像，他是我生的。爹爹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偷走的那个孩子是我楚清怀的女儿。孙老六的腿一软，差点从椅子上滑下去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他是您的孩子，我就是顺手。”爹爹的声音冷得像冰，你顺手偷走别人的孩子，顺手毁了一个家，顺手让一个5岁的孩子受了5年罪，你跟我说的如此轻松。孙老六哆嗦着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他忽然看向我，眼神里带着一丝哀求：“孩子，你帮我求求情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我看着他，平静地开口：“你知道我这5年是怎么过的吗？我3岁就开始烧火、洗碗、喂猪、扫地。冬天没棉袄穿，夏天没鞋穿，吃饭只能吃剩的，睡觉只能睡灶台边。你顺手偷走的不只是我，还有无数个孩子，毁了无数个家。”孙老六忽然趴在地上，拼命地磕起头来，哭着喊：“我错了，我该死，我不是人，求你们饶了我！”没人理他，狱卒很快就把他拖走了。我们走出大牢的时候，天很蓝，阳光很好。娘亲牵着我的手，走得很慢，忽然停下来，蹲在我面前，眼眶红红的。昭儿，对不起。我摇摇头，伸手摸了摸他的脸。现在你找到我了，以后保护好我就行了。娘亲一把抱住我，爹爹也走过来，把我们娘俩一起抱进怀里。诺诺也扑过来，抱住我的腿。我们一家人
人，在大牢门口抱成了一团。去秦家庄那天是个大晴天，爹爹骑着马，娘亲坐马车，我和诺诺挤在马车里，后面跟着一队亲兵和差役。秦家庄还是老样子，土路、茅草屋，村口的老槐树还在。队伍一进村，就引来了无数村民围观。我们在马秋莲家门口停下，我推开木门走了进去。马秋莲正蹲在院子里喂鸡，听见脚步声抬起头，看见我，脸色瞬间变了。你咋回来了？我没说话。爹爹和娘亲跟着走进来，站在我身后。马秋莲看见他们身上的气派，脸彻底白了，往后退了一步。你们是谁？想干啥？娘亲走上前，看着他，声音冷得像冰。你不认识我，可你认识他，他是你从伢子手里买来的，你却跟全村人说他是你亲孙女。马秋莲强撑着说，她就是我亲孙女，是我闺女在外头生的，男人没了，送回来给我养的。你闺女？娘亲盯着他，你闺女在哪？叫什么？多大了？住在哪儿？说不出来是吧？娘亲一步一步逼近他，字字句句都带着含义。5年前，你从孙老六手里买了这个孩子，花了2000文，你本打算养几年转手，后来怕他邪门，不敢卖了，就留着他给你当牛做马。你让3岁的孩子干重活，干不好就搓磨，冬天不给棉袄，夏天不给鞋穿，吃饭只给剩饭，睡觉让他睡灶台边。我说的对不对？马秋莲的脸白得像纸，嘴唇直哆嗦。你咋知道的？娘亲没回答，只是低头看着他，眼神里满是厌恶。爹爹走上前，沉声道：“我是这孩子的亲爹爹，军镇的镇军大将军。”马秋莲彻底瘫在了地上，门口围满了村民，叽叽喳喳的议论声传了进来，所有人都知道了他买孩子、搓磨孩子的事，都在骂他缺德。娘亲蹲下来，看着瘫在地上的马秋莲，声音很轻，却带着刺骨的冷：“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吗？我生下孩子还没抱够，他就被人偷走了，我疯了一样找了整整5年，每天都在想我的孩子在哪儿，过得好不好，有没有人欺负他。我想他想得快要疯了，快要死了。而你偷走了我的孩子，让他受了5年的罪，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？”马秋莲猛地抬起头，哭喊着：“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想有个孩子养老送终，养老送终。”娘亲冷笑一声：“你3个儿子都活着，你跟我说没儿没女，就算你真的想养孩子，你要是疼他爱他，我今天或许还能饶你，可你是怎么对他的？你拿他当牛马，当出气筒，你还有脸说养老送终？”爹爹挥了挥手，身后的差役立刻上前把马秋莲架了起来。马秋莲尖叫着挣扎：“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我没犯法，我花银子买的，就是我的，没犯法。”差役冷笑一声：“这个节骨眼了，你还敢说没犯法？”马秋莲被架着往外拖，路过我身边的时候，他忽然停下看着我，眼神里有恐惧，有怨毒。我看着他，平静地说：“灶王爷上天那天，我跟你说过，他会告诉老天爷你做了什么。现在老天爷来收你了。”马秋莲的眼睛瞪得老大，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最终被差役拖走了。院子里安静了下来，娘亲蹲下来，把我搂进怀里：“招儿，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事了。”我靠在他怀里，点了点头。爹爹走过来，把我们娘俩一起抱住，诺诺也挤过来抱住我们，一家4口在这个破院子里抱成了一团，阳光照在身上，暖洋洋的。马秋莲被抓走后，爹爹让人把他的房子翻了个底朝天，找到了一沓沓银钱，还有几个破旧的本子，本子上一笔一笔记着他这些年买卖的记录，哪年哪月从谁手里买的，多少银子买的，又卖给了谁，记得清清楚楚。爹爹把这些本子全都交给了衙门，说这些孩子能找回来的都要找回来，也让人彻查了孙老六的案子，把他这些年作恶的记录一个个捋了出来。诺诺就是其中之一。根据孙老六的交代，诺诺是他2年前从江城偷来的，当时诺诺刚满3岁，跟着娘亲在街上买糖葫芦，他趁娘亲跟人说话的功夫抱孩子就跑，后来他把诺诺转给了马秋莲，还没来得及转手就被我带走了。娘亲听完眉头皱得紧紧的，喃喃道：“2年了，那孩子的娘亲这2年是怎么过的啊？”我没吭声，心里却清楚得很，丢了孩子的母亲无非是疯了一样的找，不吃不喝，不睡不眠，满世界贴寻人启事，见人就问，有的人找着找着就疯了，有的人找着找着就没了，还有的人找了一辈子。我反握住娘亲的手，轻轻捏了捏，娘亲低头看着我，眼眶红红的。我轻声说：“娘，你已经找到我了。”她点点头，把我搂进怀里。诺诺蹲在一边看着我们，小声问：“姐姐，我娘亲也会找到我吗？”“会的。”诺诺笑得眼睛都弯成了月牙。2天后，消息传回来了，诺诺的娘亲找到了，她叫林婉，28岁，是江城一家书坊的编修。2年前丢了诺诺之后，她疯了一样的找，跑遍了几10个城池，花光了所有积蓄。她的夫君受不了，跟她和离了，说找不到女儿，这辈子都不罢休。直到前几天，官府通知他丢的孩子案破了，有个孩子的信息跟他的女儿对得上，他连夜就赶了过来。我是在镇上的衙门见到林婉的，他没精神，一看就是很久没睡过好觉。他一进门就急切地在屋里张望，目光扫过每一个人，最后落在了诺诺身上。诺诺正坐在椅子上，晃着2条腿，手里拿着个糖人，舔得津津有味。林婉的脚步瞬间顿住了，就那么站在门口看着诺诺，眼泪哗哗地往下流。诺诺感觉到了目光，抬起头往门口看，也愣住了，手里的糖人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。他看着林婉，眼睛越睁越大，小声喊了一句：“娘亲！”那声音怯怯的，像是怕认错了人。林婉的腿一软，差点摔倒，扶着门框一步步走过来，蹲在诺诺面前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：“诺诺，是娘亲，是娘亲啊！”诺诺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，忽然扑过去，一把抱住他的脖子，放声大哭：“娘亲，娘亲，我好想你啊！”林婉抱着他，也哭得撕心裂肺，母女俩抱成一团，哭得屋里所有人都红了眼眶。娘亲靠在爹爹怀里，眼泪流个不停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酸酸的，却又由衷的高兴。诺诺找到娘亲了，真好。哭了很久，他
他们才慢慢平静下来。林婉抱着诺诺，舍不得撒手，一边给他擦眼泪，自己的眼泪又止不住的流。诺诺忽然指着我说：“娘亲，是姐姐救了我，是姐姐把我从坏人手里救出来的。”林婉抬起头看向我，抱着诺诺走过来，在我面前蹲下看着我，声音发颤：“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的诺诺。”不客气。林婉看着我，眼泪又流了下来，忽然跪下来给我磕了头，我吓了一跳，赶紧去扶她。婶子，你别这样。可她不肯起来，满脸是泪的说：“我找了他2年，快要找疯了，快要活不下去了，是你把他送回我身边的，是你救了我的命。”娘亲赶紧蹲下来，把他扶了起来，快起来吧，孩子受不起，我们都懂。林婉终于站起来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以后我就是诺诺的亲姐姐，是他全家的恩人，有任何事他拼了命都会帮我。”我摇了摇头说：“你好好对诺诺就够了。”诺诺跑过来，抱住我的腿，仰着头问：“姐姐，我以后能来看你吗？”“当然能。”诺诺咧嘴笑了，那笑容比阳光还要好看。马秋莲的案子判得很快，数罪并罚，判了重刑。宣判那天，他被带上堂，整个人都脱了相，头发全白了，乱糟糟的披在头上，再也没有当初叉腰骂街的泼妇样子。他看见我，眼睛一下子瞪大了，沙哑着嗓子喊：“你满意了？我养了你5年，给你吃给你穿，把你养这么大，你就这么对我？你个白眼狼！”娘亲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想要上前，我拉住了她的手，摇了摇头。我走到马秋莲面前，仰着头看着她，一字一句地问：“你给我吃的是剩饭、馊粥，还有泔水；你给我穿的是别人剩下的破棉袄，还有你不要的烂布头。你养我是让我3岁就给你当牛做马，干不好就搓磨，冬天不给棉袄，夏天不给鞋穿，睡觉让我睡灶台边。你花2000文买我，本打算养大了再换钱，看着我邪门，只是不敢卖，才留着我给你干活。现在你跟我说你养我5年。”马秋莲的脸白得像纸，张了张嘴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衙役把她架起来往外拖，她还在挣扎着骂我不得好死，会遭报应。我没吭声，就那么看着她被拖走了。走出衙门的时候，天很蓝，阳光很好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觉得心里压了5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之后的日子，我在江城待了一段时间，林婉妃要请我们吃饭，在酒楼订了雅间，点了满满一桌子菜。饭桌上，爹爹坐在我身边，不停给我夹菜，碗里堆得像小山。我看着他眼底的疲惫，他这段时间既要处理军务，又要跟进拐卖案的后续，忙得脚不沾地。可看着我的时候，眼睛里永远带着笑。我夹了一块肉放到他碗里，爹爹，你吃。爹爹愣了一下，低头看着碗里的肉，眼眶瞬间就红了。娘亲在旁边看着，抿着嘴笑了。诺诺看见了，也学着我的样子，夹了菜放到林婉碗里，奶声奶气地说：“娘亲，你吃。”林婉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。那一顿饭，大家吃得又笑又哭。第二天，我跟着娘亲去了外祖父和外祖母家，门口站着2位老人，头发花白的外祖父和穿着讲究的外祖母，他们看见我都愣住了。外祖母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，声音发抖：“这孩子长得跟云舒小时候一模一样。”娘亲拉着我走过去，说：“爹娘，这是昭儿，我的女儿，你们的外孙女。”外祖母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，蹲下来，双手捧着我的脸，仔细地看着，哭着说：“昭儿，外祖母的昭儿，是外祖母对不起你。”我看着她，没吭声。当年的事我都知道，是她藏了爹娘的信，才让他们分开了这么多年，让我和娘亲受了这么多苦。可她也是为了娘亲好，只是用错了方式。外祖母对不起你。她哭着说：“当年是我糊涂，是我不好。”我摇了摇头，不怪你们，你们也是为了我娘好。外祖父也红了眼眶，蹲下来，轻轻摸了摸我的头，声音沙哑：“昭儿，外祖父对不起你。以后你就是我们秦家的孩子，往后谁欺负你，外祖父给你撑腰。”从江城回到军镇后，我的日子慢慢安定了下来。爹爹依旧很忙，军务缠身，可不管多晚，每天都会回来陪我吃饭，就算饭菜凉了，也会让伙房热一热，我就坐在旁边陪着他。娘亲在江城和军镇两头跑，放不下商铺的事，更放不下我。后来干脆在军镇附近租了宅子，每周在江城待2-3天，剩下的时间都陪着我。诺诺跟着林婉回了江城，可天天念叨我，林婉就每周都带她来看我，两个小姑娘一见面就黏在一起，玩得昏天黑地。诺诺还非要认我当干姐姐，可爱得很，日子就这么平淡的过着，却暖得人心头发烫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那天晚上马秋莲没有把我赶出门，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？大概还在那个破院子里，蹲在灶台边，捧着半碗凉粥，听着堂屋里的笑声吧。可他把我赶出来了，所以我现在有爹爹，有娘亲，有外祖父外祖母，有诺诺这个妹妹，有好多人疼我爱我。没过几天，娘亲忽然问我，昭儿，你那算命的本事是咋来的？我笑了笑，不知道，天生就会。那你能算出以后咱家会咋样吗？我闭上眼睛想了想，睁开眼笑着说，好，特别好。娘亲愣了一下，也跟着笑了。爹爹从外面进来，看见我们笑，问我们笑什么。娘亲说，昭儿说咱们以后的日子会特别好。爹爹走过来，把我们俩一起搂住，笑着说，那当然，有你们在，肯定特别好。我靠在他怀里，心里暖洋洋的。是啊，特别好。后来爹爹和娘亲补办了婚礼，办得很热闹，来了好多人，外祖父外祖母也从江城赶来了。婚礼上，爹爹掀娘亲盖头的时候，手抖得厉害，娘亲笑着骂他没出息，可自己的眼泪也掉了下来。我站在一边看着他们，心里想，这就是我爹娘，真好。那之后，我又帮好几个被拐的孩子找到了家，有从马秋莲的账本上查到的，有从孙老六的案子里捋出来的，也有自己找上门来的，能帮一个是一个。我太清楚丢了孩子的父母有多苦。林婉也专门辞了工，跟着一起帮人找孩子。他说他找诺诺那2年吃了太多苦，知道那种绝望的滋味，现在自己找到了，就想帮别人也找到。诺诺跑过来，拉住我的手，笑着喊，姐姐，我们去玩秋千。我被他拉着跑起来，身后传来大人们的笑声。阳光很好，风很轻，这就是幸福的日子。